什么时代精神？那就是你觉得的时代精神。拿这个东西来评，到底有什么意思12, 11, 10, 9, 8, 7, 6, 5. Hey yo, welcome to Painterverse， 这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刚刚结束的中信当代绘画奖。等一下我不知道中信奖是什么。你说你不知道中信奖是什么？这可是人家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宣传的一门奖项。可以说在刚开始这个奖项出来的时候，我是觉得感动，终于有这样的一个奖项。因为你知道，作为画画的以前其实是很无奈的。台湾的在没有这个奖项出现之前，它的情况是这样：在以前，你如果是一个画画的，而且又不是那种非常传统师范学院那一套写实的人，你基本上是没有为你举办的比赛。你所有的比赛，你就可能投，比如说高雄奖、台北奖这样子的当代艺术比赛。所以跟你比赛的人可能是做装置的，可能是做什么行为的，各种阿里不达都行啦。OK， 反正就 anyways， 跟你比赛的人可能是蔡康永。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其实对于画家来说蛮沮丧的，要投个奖。左边一看嘛，完全跟我们不搭嘎，做其他东西；往右一看吧，哇，都是一群做这种老 Coco 的要被淘汰的东西的，所以你会觉得非常无奈。那有了这个中信奖推出之后，包括它高额的奖金，首奖是80万，当然是80万给你，你作品是要给我的啦，要收购的啦。这样子的一种赛制，吸引了很多现在当下正在画画的人群。那这一次中信奖吵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那天在网络上，就是在靠北艺术上看到一篇文章，他在讲这个中信奖这3年来的这种要求上的变化。那包括之前是要求你有这种问题意识啊，讨论严肃的问题啊，等等等等等，到现在要求绘画仿佛是老朋友啊，要有温度啊，要很贴近个人存在啊这样子。但他底下最后文末写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说你的绘画奖项的这种标准变来变去 ，OK， 这个我们暂且不提。但是你说绘画像朋友是谁的朋友？是你的朋友，是评审的朋友，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次这个争议都会在这个地方可以爆出来，就它的评选机制是什么东西。再来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很多人看完这个得奖名单，都会隐约觉得这个得奖名单好像是一份同学会名单。你是说都是某个学校的？对，它会让你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或者说每一次，而且更往大了说，台湾大部分比较受瞩目的艺术赛事，到最后出来都会给你这样的感觉。只是这一次是发生在绘画奖项里面，绘画赛事里面。那所以这个中信奖它到底在评的东西是什么？我昨天晚上就把中信奖那个宗旨啊，那个比赛宗旨调出来看，我只能说，它这里面真正有讲到的最具体的一个东西，叫做需要有当下时代精神的绘画。那我刚刚讲的靠北艺术那篇文章，其实在讲这个事情啊。那是谁的当代？谁的时代氛围？是你们评审的还是什么？你说中信画家奖到底凭什么？说得很白的，就凭了80万。你因为80万，所以你要参加。那你要来参加，你就要认栽说，好，这就是评审讲的，评审讲的就可以决断我的这个名次。所以啦，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赛事啊，可以是公理战胜强权，但是只能说，在这样子的一种私立奖下的情况，到最后就是强权的公理是什么？那这一次这个争议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争议啊，其实集中在2点。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一个是同学会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是谁的当代，谁的时代性，谁的温暖。一个是针对评选结果后来的人员名单跟评审的关系，另外一个是评审办法到底有没有够公正，或者是到最后你到底讲的东西是谁的？那其实像同学会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是最大的争议。我们去投比赛的时候，我们也都默认了决定权是在赛事这边，要不然投这比赛干嘛？可是每次投着到最后都会觉得，妈的，我已经猜测你们那么多次了，每一次变我每一次出新的价值观，我都紧紧跟随，怎么？我每次都是我没猜到，然后你这一摊开的时候，你一看说，这个里面谁是谁的师生关系啊，谁是谁的同校关系啊，这个师兄弟关系啊，学长学姐学弟关系啊，然后你就会觉得，看妈的，是不是这真的是个同学会的一个背后的影子操盘手？所以每一次奖项最后最大的争议，一定是来自这种对于学法这种抨击。学法是什么东西？
学阀是什么东西哈？在前不久的时候，有一个艺术大学的老师过世，那他的学生很多嘛，就缅怀他的人很多，但是又是在靠北艺术，就出现一篇文章说，看着大家都在缅怀这些老师，对于像我们这些不是他学生的人，在我们心中看了是另外一种味道。文中的意思应该是说，如果金星他继续存在的话，那继续没得奖的又会是不是他学生的那个自己？学阀是一些学校内的，当然因为是艺术大学，所以学校内的这个老师也是创作者，他为了拉抬自己的历史定位，所以他天生会去培养很多的徒子徒孙，因为他的历史定位跟这些徒子徒孙有直接的这种绑定关系，所以呢，他在评审的时候也会默默拉抬他的子弟进到这个里面来，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体系，甚至到最后形成一种价值观，这种东西我们就称之为这种学阀所产生的一种状态。这就是这次的这个主要的一个问题。那所有的比赛都这样吗？稍加有名的比赛，稍加有影响力的比赛，你会不难发现学阀的身影。可是学阀有没有失灵的时候？其实有，因为全天下不会只有一所学校，其实很多比赛的主办方他会喜欢找2种学校势力、2种背景的人来，那他会采单数的裁判，就是7啊、5啊、9啊这个情况，他就是避免两方最后形成势均力敌一半一半的情况。有没有比赛会突然之间大家会觉得，突然之间总不是学阀那个人出现？假设不是台差异的，或不是北差异的，比如是一个什么插海大学的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呢？往往就是这2派吵架，然后势均力敌，但是他们最大的宗旨就是不让对方赢，所以最后他们推选了一个无辜的第三方，然后上到这里面去。这种我们都叫陪太子读书哦，就是他竟然只是陪跑。像中信奖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往往代表这背后曾经爆发过一场派系之间的血战。注意，当我讲学阀这个现象的时候，它可以说是个系统性问题。什么叫系统性问题？比如清朝时候的贪污问题、探禁啊、兵禁啊，冬天的时候要往上交贡的，你知道吗？就算你是个清官，你不想交，你接下来的后果就是接受全官场的抵制。所以其实学阀问题也是这种体系性问题，虽然时不时有小白，但是当你把整个大数据翻开，谁入选的比较多，这一件事情还是会在统计上形成非常威压的势头，就觉得哇靠，这个数量实在是太不科学了，是这个学校真的有那么棒吗？是他们学生真的是超级优秀吗？嘉欣，你会好奇，难道我这样讲，难道都没有证据吗？对不对？可我要告诉你，所谓系统性问题就是这样，无须有，莫须有。为什么？因为这是系统里面的人的默认的那个潜移默化的潜规则跟观念所造成的，那不是你抓到任何一个老师在外头跟人家抽烟说，这次得选你啊，给我一点钱去做的事情，一切都是在默契当中产生的。那如果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啊，我又没有念那些学校的话，那有什么比赛好投吗？真正适合小白的白手起家没有背景的人的比赛，从头到尾就还没有出现过。因为比赛当中的利益勾兑是从有比赛、有绘画比赛开始，到现在就从来没有断绝过的事情。举个很直接的例子啦，印象派之前这些学院派画家，你知道几个？我知道布格罗。好，那是一个学院大佬，还有嘞，其他就忘记了。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学院大佬有5巨头、3巨头等等等，可是嘞，你现在只记得一个布格罗。但其实当时这些人是吃香喝辣、沙龙随便进。可是你看后面当印象派的势头起来了之后，无情的一巴掌掀翻这个桌面的时候，谁现在还记得学院画家是谁？而且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比起中信绘画奖，那个时代的沙龙规则可以比现在来更严谨哦。要画写实的，要画历史画，这个需要等等这些要求，就弄跟八股文一样，是比现在还难得多的一个评选机制哦。但依然最后造就了一个其实没能被历史所留下来的一个东西。其实我这里还要强调一点，为什么学阀都会这样想？我刚才讲，他们为了累积自己的影响力。还有绘画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谁才能进到这一个体制里面去评价对手？你总不会想我随便找个阿猫阿狗就来评你嘛？那自然是那些在这个脉络里面更有影响力的人，而这些更有影响力的人进到了这个里面，他本身上就有很多无形的社会网络，所以他不是一个很真空的人，所以可以说会出现这种学阀的影响。你现在想想，不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那种新的比赛方式出现的话，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你知道你这个问题好玩的事情是，就有比赛方有来问过我这件事情。我当时就有跟他讲一个方法，叫做全透明比赛机制。
在我这个全透明比赛机制当中，你请学阀来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只要求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裁判得全程录音录影，而且最后这个录音录影要透过一种形式，比如说打成逐字稿的形式，把每一张画为什么没有上到名次里面的这个东西，可以一清二楚的讲出来。其实我说实在的，当然中信是私人机构，我觉得国家办的像台北奖、高雄奖的比赛，你真的今天是拿国家的这种公权力在做事情，其实是要值得参考这个东西的。我不在乎这些看画的人他是否真的懂，但是我只要他的评语被给出的时候是给出来一个原因，可以供大家来攻击，可以供大家来辩论的。办比赛人就跟我说：“杨立科，这样谁敢当评审？”那我当时就甩给他一句话：“那奇怪了，这些人他要不敢为他的言论跟选择负责的话，那当什么评审？你当评审权力很大，你其实在评审别人。”而这个评审是一种，你懂吗？是一种很深层的否定哦，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评论本身，这个人他就是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嘛。他说：“你这样子，谁敢来当评审？”我马上拍胸脯说：“我敢。”不过我后来回家想，我也觉得我当时这种想法有点幼稚，因为很简单，其实这里面我们虽然要求评审过程当中全程录音，可是如果他的利益勾兑是早在评审之前就有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可以说出违心之论？第二个问题是，他开始可能拿了钱不办事。就他干脆都说好，比如说这前面眼前60张作品，每一张作品都讲好的，然后就这3张特好，那大家听了之后还美滋滋觉得不错。那还有别种？有。第二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米其林密探模式，而这个米其林密探模式里头还包含着我们找的评审就需要挑过。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谈论 NBA 的这个 MVP 的投票机制的时候，他们是请媒体来评，他不会请球员或者是裁判或者是教练来评嘛。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学阀问题是什么？就是教练进来当评审嘛。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出来的阶层，正如同米其林的专业评审员，他们虽然有大餐厅背景，但是他们在评审米其林的这些餐厅的时候，是全部是拿米其林公司的薪水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过程当中得全程保密，密探去探访餐厅。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透明？就是我们评审人员不公布，而且并且保证评审人员不是任何一个机构所任职的人。这个保密条款做好之后，然后再让没入选的人他写信，比如说嘉信今天没入选，你很火大，你写信来，我们就把你为什么没有入选的原因，经过评审的考核怎么样，最后寄还给你。在这个情况底下，它可以保证很高的独立性。你就比如说今天是中信来办这件事情好了，你会发现这个评论员他是忠于中信的，而不是忠于他自己各自的这个山头派法的。比如说米其林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你用过米其林的轮胎吗？你开车你很在乎你是不是用米其林轮胎吗？但我现在讲米其林的时候，你却知道这个企业到底在干什么，这才是企业入场玩给奖项的时候该有做到的一件事情，这个才是对企业本身来讲更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也规避了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门阀问题，让评审敢于说真话。虽然你可以去批评他，说米其林是种霸权，但是至少我们不把这个东西，这个本该是由企业所身负的重担放在单个个人裁判身上。那这样子，你的企业不仅树立了一种体制，也树立一种威信，然后也树立你做事的一种办法。其实这才是我觉得更高级的一种做法。而且啦，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报不报名，因为其实米其林是不给报名的，你知道吗？他是派密探自己去的，因为当你报名的时候，他的这个权利关系就变了。因为是你自己先签下同意书，跑来玩我的游戏规则，所以我评你是你活该。但是米其林的宗旨是，我要让我的客户买了我的轮胎，去到我想要的城市去吃我觉得好的餐厅。我为了带动旅游来增加卖轮胎这件事情，弄了米其林杂志里面这个栏位来介绍好餐厅嘛。那本质上来讲，他就应该真的是想知道什么是好餐厅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中信来说，他的企业本身应该要这样玩，而且这样很公开啊。像其实有另外一个赛制啊，就台新奖啦。台新奖是推荐制的，你知道吗？那观察员没有匿名，他就是一期找几个观察员，然后把展览推荐上来。那我觉得其实像中信，他完全可以说，好，我现在就是去暗访这些有个展的画家，然后再借由提名的方式把这个东西给
推上去，你不觉得这才是一种真的把天下英雄皆入囊中的一种气度吗？他玩报名体制，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问题，他无法避免，那他不是变相的造成不想跟你玩学阀的人，他就不想进去了吗？所以这个反倒其实对于企业形象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而且你如果这样办奖项，到最后看你的奖的人，观众都是谁？那不也是关心学阀的那些人吗？那些学生吗？可是你一个企业，你做这个事情，你是面对社会嘛？就是你是在社会里面广发你的公信力啊。所以我只是觉得，其实按照这个方法做，真的会好非常多。可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是评审人选的问题嘛？就是个机制问题嘛，对不对？对啊，那绘画怎么评这个问题呢？要怎么办？你其实问到这一个赛事真正本质的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没解决哈，其实我们刚刚前面那一趴讲的问题，相形之下都没那么重要。就是绘画到底要怎么评，它能不能评？我们就拿这一届中信奖来讲好了。这次中信奖，它跟每个画家就收一张画。嘉信，你觉得只看一个画家的一张画就能够评价这个画家的创作了吗？很难吧？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一张塞尚，然后你看了就觉得很棒，塞尚是个好画家，这是不是很怪呢？你是不是只能说这张画我喜欢，我不喜欢而已？可是塞尚这个人远大于这张画嘛，所以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我说像米其林那个体质是好的，是因为他至少可以进你的画展看你的个展的情况嘛。所以你在只放一张画的情况底下，它又如何呢？它到底能说明得了什么？ OK， 这是此其一眼。再来第二点，这届评审里面有一个根本就不是画画的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做当代艺术、做录像的。OK， 在评选绘画的时候，你需要对绘画有很深的了解。你说评米其林，比如土豆泥、马铃薯泥，你一定是吃过很多家马铃薯泥，你才知道这家特别。 这家打得特别细、特别绵、特别怎么样？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相当于那个人对于绘画的经验呢，我猜就相当于是没有吃过土豆泥的一个评审，恨不得是突然从一个小岛上挖过来的一个人，然后哇，土豆泥也好棒，就打个勾，就觉得人家很棒。这就是绘画里面出现的问题。绘画要求它要好又行，当然这个问题很大，完全没办法这期展开来讲。各位如果想听的话，在下面敲碗说这个超想听，打3个字，数量够了我就会讲，就是绘画可以怎么评。他都没有足够的看画经验，那他要怎么评绘画？而且不只是，其实1、2、3届里面都有这种人。甚至我跟你讲一个好玩的事情，这一届评审里面，他的资历是全世界5大画廊里面工作过的一个人。 就是说，难道在画廊工作就很会看画？就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烂绘画，它不是在很大的画廊里面展出吗？因为我觉得，如果按他这个评语，那我们为什么不会直接请萧美琴啊、赖清德啊，还是马英九，就直接评审请他们算了？这个评审找的人到底懂不懂画是个很大的问题，他有没有具备绘画专业？然后还有更好玩的是，这一届评审里面还有一个是做极简抽象。 他对绘画的那种丰富、不同风格的这种真的在讲究的事情，他真的这么了解吗？我完全不相信哎。所以好，你看我刚前面讲的第一点，就是你就凭一张画，你就断定了一个人，然后再来就是找了一群人，但这里面到底懂绘画的人有几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前面讲那个米其林机制，如果真的需要出现这个评审员的话，这些评审员他是需要对一些规则、对绘画里面在真正追求性有了解的。我敢直接的说，在这些评审里面，有的人绝对是没有那么了解绘画的。他们或许了解艺术，或许我不知道，因为人人都是艺术家，但他们不一定了解绘画。而这些人来当评审，那他们都在评什么？然后你再去看他们后面的这些评语，就觉得哇，真是天真浪漫，这真的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想法而已。所以变成每一届的比赛都在猜品味嘛。你绘画，你要知道谁新谁旧，你要知道表达跟手段的关系，谁好谁坏。这都是完全可以评论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人他因为不是专业，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评论这些事情。所以回头讲到你说这一届有什么争议，就是你会让人家觉得什么时代精神，那就是你觉得的时代精神，拿这个东西来评，到底有什么意思？而你中信到最后，你反而做了什么？我只是在帮这几位裁判的时代精神背书。中信自己对于绘画的想法到底建立在哪里？看不到，跟这个东西是息息相关。我必须要在这边讲，绘画是有方法论可以去评论的，但很可惜的事情，其实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把这个方法论真正拿来实践、拿来评
评论绘画，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像我这样的小白，在面对比赛的时候，我到底要什么心态？其实我觉得面对这件事情来说，大家自己心里头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比赛是一个很暂时的东西，虽然它看起来迷惑性很高，你真的跑上领奖台，然后下面人不情愿帮你拍手，你还是会觉得有点爽嘛。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人就是这样，包括奖金也是很实在的一个东西。但是各位心中千万要很敏锐的意识到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不管放眼艺术史，还是放眼绘画史，那些很多真正伟大的人得不得奖，都只是他的一个小注脚。你现在以为很多很重要的奖项，这些历史大师从来都没赢过任何一个，对不对？你说中信奖很重要吗？那毕卡索赢过吗？没有嘛。那你说杨丽不行啊？毕卡索那个时代没有中信奖，但我要跟各位说的事情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多大师，那个时代也没有赢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奖，印象派都没赢过他们只有一些荣誉的落选者嘛。所以你真正今天要是一个创作者，你要有这种非常敏锐的批判跟反思的精神，而且有时候当你越没得奖，你甚至可以知道，至少你还不是这个时代很熟的作品。我不讳言的说，绘画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事情，再厉害的人都会在未来到来的之后被打脸，哪怕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完全透明比赛制，还是所谓的米其林这种制度，在懂画的人的评语底下，依旧是没办法掌握未来的。所以可以知道这种由特别的权力群体所塑造的东西，它真正的留存下来的长度是非常存疑的。OK， 所以今天你没得奖，你只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做这些事情，这样子的清楚认知支持你继续走下去，而不是去寻找外在的奖项证明，然后借此让你继续走下去。其实甚至我知道很多得奖的人们，其实他们是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我在后面的很后续的人生阶段也看到，他们很多人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得了一些奖，得了很多外在的肯定，自己支撑不住，最后他整个人就画不下去了，他就放弃了。所以各位，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的时候没有这些，或许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祝福哦。OK， 这里是 Paniverse 一个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这是我们这期关于中信奖跟绘画奖应该怎么办的这期节目。那期待下次的新问题，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